他是真没有遇到过要求。他按照预约时间来见面的老总，不管有没有意思合作，别人都不敢这样轻视他。唯独在欧阳家的女总裁这里碰了个大钉子。龙先生感觉到欧阳家四世不太愿意和他们龙氏集团合作。欧阳婷说道，既然要约了明年暑假的时间，那龙先生明年暑假再过来了，现在马上就放年假了，想必也谈不拢的。而且我姐的行程安排得太紧密，真的挤不出时间来。他再次歉意的道，龙先生，真的对不起，这件事我帮不到你。龙先生大度的笑着，好吧，我还想着走走后门插插队，既然大小姐的行程排得太紧密，那我也不好强求。贵司什么时候放年假？我给贵局准备了点年礼，二小姐看看什么时候有空，我安排人送过来，麻烦二小姐签收一下。她是给欧阳雅姐妹俩准备的年礼，并不是人人都有份的，而且很贵重，是女孩子们都喜欢的名牌包包、珠宝、护肤品等。欧阳雅用的护肤品她打听到了，特意给她买了几套护肤品以及几套珠宝。给欧阳婷的则是名牌包包和护肤品，因为欧阳雅很少用包，她就不给欧阳雅准备名包了。送给女孩子的就要送她们喜欢又天天都能用到的，那样才算送到位。送礼若是送不到位，钱花了，效果没有，那样就白白浪费钱。在女人堆中打滚出来的龙先生深谙此道，他的情妇们就被他这样哄得服服帖帖的。年24吧，龙先生太客气了，先谢谢龙先生，年礼送过来，交到前台拿里就行了。我最近都很忙，经常不在公司里。龙先生笑了笑，应着，好，那我不打扰二小姐了。说着，他主动结束了通话。电话一结束，他的脸色就变得阴沉冰冷，眼神里满是杀气。想到欧阳家的姐妹花，杀气又渐渐的消失。他自言自语着，越是难弄到手的，才越有味道。若有一天征服了他，更有成就感。在他眼里，能够取代他老婆位置的女孩子，自然不是他三言两语就能哄到手的。那么容易哄到手，就显得不珍贵了。走吧，回去。龙先生吩咐着司机开车。司机边发动引致边问，先生是回酒店还是回家？龙先生抿了抿嘴后答道，回家。再在这里逗留也是徒劳无功的。欧阳家的姐妹花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，死缠烂打对她们没用，那样也掉价。她怎么说也是威震一世的龙家代理家主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他过往包养的情妇也有像欧阳雅那种冷艳的美人，他花了点心血，不也一样哄到手？只要到手了，他们一样也会软化，变得温柔，以他为天为地。被他抛弃还会哭天喊地，抱着他大腿不愿意离开呢。当然了，他10个冷艳情妇都比不上一个欧阳雅。龙先生的车子在离开时，见到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开来，2辆车很快擦车而过。龙先生扭头看到千寻集团的值班保安见着那辆奔驰，马上就开了公司的大门。那辆奔驰车只是略减速，并没有停下，就长驱直入千寻集团。可能是千寻集团哪位高层管理的车子吧，龙先生这样猜测着。扭过头来，他身子往后靠着车椅背想了想，便又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宁思琪，催促他要尽快融入海童等人的生活圈子里。海童去了风尘山庄，带着周阳去的。龙先生怀疑龙庭此刻也在风尘山庄，可惜的是他的人无法再靠近风尘山庄，窥探不到龙庭的消息，也打听不到，一切都是他的猜测，未曾得到证实。想到龙庭现如今不过3、4岁的孩童，君家要保护好他，不让外界知道他的半点消息，还是很容易的。毕竟这么小的孩子，还没有什么交际圈。
他的人排查过那边所有的幼儿园，都没有找到真正的龙庭。同名同姓又同龄的倒是有不少，不过也被排除了。那些同名同姓的龙庭并非是他要找的那个龙庭，真正的龙庭就是在君家。当年穆晴在望城捡到的孩子就是龙庭，如果不是，君家也不必将龙庭藏着掖着，不让外人见到他。他派去盯梢的人一一遭到君家的暴打警告，不得已全都撤了回来，不敢也无法再盯梢着风尘山庄。但君家却没有送龙庭去上幼儿园，难道他们自己教，还是请了私教在家里一对一的给龙庭上课？宁思琪最怕龙先生催他的了，他小心翼翼的道：龙先生，海童现在都不在管城，我以龙太太的身份又不好跑到君家去找他，我与君家没有半点交情，就是以我宁二小姐的身份也不能。谁都知道我对海童意见大得很，是死对头的了。不等龙先生说话，他又赶紧说道：龙先生交代我的事情，我一直都在努力的推进中，但海童太聪明，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融入他的朋友圈。他现在除了他的几个好友，就是忙着他工作上的事，有交际但不应酬，因为她是个孕妇，战役舍不得她太劳累。他对我防备心重，龙先生给我安排了替身，是能让宁云初和海童打消怀疑。这不是替身出现的时间还不长吗？可能海童都还不知道，这是等年后学校开学了，我在幼儿园门口等海童见面的机会才多。龙先生也知道急不来，可他就是着急。江城凤家的家主凤月落得自杀的下场，经营了几十年的凤家再次回到他长姐后代的手里。他几十年的努力付出，就为他人做嫁衣不说，还得不到别人的半句多谢。龙先生不想自己也落得这样的下场，他必须在龙庭长大成人之前取得令牌及图腾，然后再杀了龙庭，那样嫡系一脉最后一人也死了，他的后代就能转变成为新的嫡系一脉。从今之后也不用担心自己现在的努力付出都是为他人做嫁衣，更能名正言顺地成为真正的当家人。在龙家，在龙氏集团就有绝对的话语权了，不用被大家牵制。我不是让你年前就完成任务，是提醒你要加把劲，努力再努力点，不要老是跑去找你大姐闹事。龙先生指责的道：你现在的目标是海童和周阳，不是你大姐。他也毫不留情地说道：你怎么闹也不如你大姐，这是事实，你除了比你大姐年轻几岁，还真没有什么比得过你大姐的。不说你大姐，就是你弟弟，你都不如。宁家3个孩子最没用的就是宁思琪，当然了，也是他最没用，才能为他所用。像宁云初和宁天磊，他就不好利用。宁天磊是男人，他要的是接近海童的人，自然不能用宁天磊。宁云初还没有恢复光明时，都是个心细的人，扮猪吃老虎，不好掌控。现在他能看得见了，就更不好利用。而且他身边有战一晨，龙先生是不将战家放在眼里，却也不想与战家为敌，因为与战家为敌就会同时招来几个敌人。管城的几大家族如今都与战家拧成了一条线，主要的是他的实力远在 X 省的 H 市，在管城他安插进去的人脉太少，明面上的只有宁思琪这个没太大用处的二货，暗地里的人脉，由于他们长期在管城生活，不到万不得己，他们都不愿意得罪战家的。宁思琪在心里腹诽着，既然觉得他最没用，龙先生当初何必找他？以为他很想成为他的棋子，很想被他玷污后再被包养吗？怀孕了，孩子都不能生下来，要打掉。龙先生对他做的事，对于女孩子来说，渐渐都是天塌了的伤害大事。也就是他宁思琪才能容忍，那是他怕死，还因为没有钱花销，
不得已屈服在龙先生的杀气之下，以及那些真金白银之下。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，宁思琪觉得钱才是最重要的。龙先生，我已经很尽力的了。宁思琪只敢在心里吐槽着龙先生，并不敢明着反驳，怕死龙先生突然出现掐着他的脖子，分分钟都能掐死他。他不像姐姐那样有婆家当靠山，他就是龙先生砧板上的肉，任他宰割。失去了父母的庇护，他宁思琪连狗都不如。这个认知让宁思琪忽然就想去看看父母。上次他去探监时，指责父母偏心，将他们的名下的财产都转给了弟弟，嘴上说最疼他，结果分家产时却都给了儿子。之后他很久都没有去探监，现在他才想起父母的好。不管父母是真偏心还是假偏心，在父母没出事之前，他的确被父母庇护着，无忧无虑的。除了在宴会上遇到海童栽了个跟斗，他是真的没有受过委屈的。你不能去君家，但你可以去那边旅游的。在海童带着周阳去了君家时，你就该带着你名义上的小姑子去那边旅游。来个在他是偶遇的。宁思琪不说话了。龙先生觉得他智商不够，忍不住又在电话里将宁思琪骂了个狗血淋头的。这边宁思琪遭到了龙先生的大骂，那边的战远给他的大小姐未婚妻送来下午茶点，今晚他要应酬，所以不回家吃饭。而他那么挑，应酬时怕是除了酒水什么都不会吃的。战远担心他空腹喝酒会醉，知道他酒量不错，也没有人敢灌他酒，哪怕他只喝上半杯，空腹喝酒也伤呀。所以他特意做好了点心给他送过来，都是新鲜出炉的，还热着呢。跟着他一起过来的还有欧阳俊兄弟俩。战远停好车后，提着点新盒子下了车。欧阳俊兄弟俩自己解开了儿童椅的安全带，打开车门下车。二少爷在后面，他关上车门的时候力道不够，车门没有关好。战远提醒他重新关一次，欧阳俊扭身就回来帮弟弟把车门重新关上。战远按了一下车钥匙上的车锁按钮，锁上了车锁，便招呼着兄弟俩跟上。远哥，好冷呀。老二缩着脖子。欧阳俊也说道，平时在家里堆雪人，玩雪都不觉得冷，怎么来了公司这么冷的？战远笑道，玩闹的时候你们跑来跑去的运动了，就不会觉得多冷。现在没有跑来跑去运动，就觉得冷了。不过你们这里的确好冷，我家那边相对你们这里来说，简直不要太舒服。兄弟俩听过战远说管城的气候，对管城心生向往。那边不仅冬天不冷，夏天还有很多水果吃。虽说不是什么上档次的水果，只是时令水果，他们俩是吃货，只要给他们吃都不嫌弃的。还有就是战远哥哥说他家的兄弟都会烧菜做饭，做各种各样的美食，更让兄弟俩流口水了。要不是大姐不同意，兄弟俩都想跟着战远哥哥去管城，好好的尝尝战远哥哥他们做的各种美食。在家里他们也能吃到战远哥哥做的好吃的。不过很多时候战远哥哥都是按照大姐的喜好去准备菜式，不是他们想吃什么就做什么。若是大姐不跟着，他们就能让战远哥哥做他们更喜欢吃的菜了。大姐又不带我们去管城旅游。欧阳俊嘀咕着。老二说道，大哥，你要不冲大姐撒撒娇，大姐不答应的话，你就往地上一坐，一滚，说不定大姐就同意了。战远忍俊不住。欧阳俊骂弟弟，你当我傻呀？我才不干呢，要在地上翻滚。你去，我不去。大姐能把我小屁股打到开花。你以为大姐是其他姐姐吗？我爸妈都舍不得动我一根手指头，大姐打我却是真的打。父母说打她都是口头上吓吓她的，有时候拿着衣架也是做做样子。
不会真的打他。欧阳俊从来不怕父母，他怕的是大姐。不说大姐操一架了，就是大姐严肃着一张脸，严肃地看着他，他就紧张害怕到想尿裤子，但不能真的被吓到尿裤子，因为那样大姐打得更厉害，嫌他没有胆子，小小一点事就吓得尿裤子，如何能挑起欧阳家的重担？你们大姐打过你们吗？战远腾出一只手，帮欧阳俊扯了扯帽子和围巾，又拉了拉欧阳二少，示意小家伙跟上大哥的脚步。寒风呼啸，他都怕这两小只被寒风吹走。小兄弟俩异口同声地应着：大过的，不过很少，大姐很疼爱我们，我们闯大祸了，大姐才会动手。欧阳俊说道，又怕战远觉得自己大姐是个坏人，他补充的道：大姐也是为了我们好。战远笑：我是真没想到大小姐那么好修养的人也会对你们动手，可见你们俩闯的祸是真够大的了。也好，两小只有个害怕的人，否则被宠坏了会变得无法无天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闯出来的祸事就会越来越大，那不是对他们好，是害了他们。欧阳家几房人这一代统共就生了欧阳俊和老二这两个男娃娃，不管是他们的父母还是叔叔婶婶们，都把他们宠上了天，就连亲朋戚友也是溺爱他们的。若没有人对他们严加管教，还真不行。欧阳雅最适合了，她既是欧阳俊的亲姐姐，又是欧阳家族现在的当家人，身份、地位、威严都有。她管教弟弟，连他的父母都不好说什么，看不过眼的话，只能自己跑出去，眼不见为净，也不敢阻拦着欧阳雅管教弟弟。有这样一个严厉的长姐管着，两小只是被大家溺爱着，倒是没有被宠坏，反而被教得彬彬有礼，懂事得很。欧阳俊兄弟俩吐吐舌头，一大两小走进了办公大厦。进办公大厦之前，小兄弟俩神同步，拉高了围巾，将自己的嘴脸都遮掩住。办公大厦里面有暖气，三人顿时觉得寒气渐退，渐生暖意。战先生看到战远进来，前台礼貌地问好。战远微笑地点头回应。欧阳俊兄弟俩甚少出现在大众面前，那是欧阳家为了保护这兄弟俩，本市的媒体想拍到这兄弟俩的正面都很难，偶尔偷拍到，也会被欧阳雅派人去连底片都买回来，不允许媒体公布两个地产瘾的正面照，就是怕有坏人打两兄弟俩的坏主意，绑架他们来勒索家人。前台都没有看清楚小兄弟俩，他们已经跟着战远走过了，他们又戴着帽子、围巾，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进入办公大厦，让人看不清楚他们俩的正面。前台不好追问他们是谁，就算猜到了小兄弟俩的身份，人一走过，他们看不清楚，哪怕是自家公司的职员，看不清楚他们的五官，对他们来说都是安全的。谁知道会不会有人被收买的？战远开始不知道，发现从进入办公大厦后，兄弟俩都是用围巾遮挡住嘴脸，只露出一双明亮亮的眼睛，他就反应过来，顿时有点后悔带着小兄弟俩出门了。战远努力地想着自己带着他们出门时，有没有让人看到他们俩的正面，好像没有吧。兄弟俩年纪小，都是坐在车后座的，他开是黑色奔驰，只要小兄弟俩不按下车窗，一路疾驰而来，别人都看不到他们俩。进了千寻集团后，下车到进入办公大厦之前也没有遇到别人，认为没有暴露了兄弟俩的正面照，战远才松口气，在心里告诉自己，以后不管这兄弟俩怎么求他，他都不会轻易带他们出门了。他的兄弟们在踏入社会之前，也是被家里保护得很好，外界轻易捕捉不到他们的正面照。等到可以踏足商界，正式进入社会这个大染缸了，奶奶都会带着他们出席几场宴会，开始交际
介绍他们的身份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已经是成年人，并且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，也有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。一大两小坐着电梯直上顶楼，很快就来到了总裁办公室门口。欧阳俊迫不及待地敲门进去。欧阳雅的秘书看到战远时，刚给欧阳雅打了内线电话，还没有来得及带领他们进去，欧阳俊已抢了先。知道战远是总裁的私厨，经常会给总裁送些点心过来，秘书便没有再上前，由着三人一前一后进去。小兄弟俩进去，就欢快地叫喊着大姐二姐。战远进去后，随即关上了办公室的大门，隔绝了外界的窥视。你们俩怎么来了？欧阳婷看到兄弟俩进来，颇为意外，她起身才转身，老二就跑到了他的跟前，一把搂抱住他的大腿，扬起俊脸，甜甜地叫着二姐。欧阳婷向来疼爱弟弟，被弟弟这样甜甜地叫一声，心都软了，弯腰就抱起了弟弟。欧阳俊则是被自家亲姐姐提到了跟前去。你们出来有问过家里吗？欧阳雅严肃地问。小兄弟俩连连点头。战远将带来的点心放在办公桌上，温和地说，问过太太的，太太同意了，我才敢带着他们出门。大家对他态度再好，战远也没有忘记，他在欧阳家还不是姑爷的身份，也不是战家的六少爷，而是大小姐的私厨。欧阳家的2颗眼珠子要跟着他出门，未经太太的同意，给他一个天坐胆，他也不敢带着小兄弟出来。不是他没有能力保护这2个小家伙，而是他这样做会惹欧阳雅生气，破坏了他在欧阳雅眼里的好形象，会毁了自己好形象的事，战六少才不会去做呢。欧阳雅才缓和了神色，但还是说，兄弟俩以后不要随随便便跟着战远出门，万一被坏人盯上了怎么办？战远抿了抿嘴后说道，大小姐，我练过的，能保护2位少爷。欧阳雅抬头看他，温和的神色又换上了严肃。他说道，就算你能保护他们，也不要轻易带他们出门。平时他们要出门，都会提前安排好一切，才敢让他们出去玩。一般情况下，都是让他们在家里玩，家里的游乐场足够大，够他们玩得了。战远道歉，是我欠缺考虑，他们说想姐姐了，要跟着我一起过来。问过太太，太太又同意，我没有多想就带上他们。大小姐，对不起。欧阳雅说道，阿俊要上房揭瓦，我妈都会给他扶梯子，你不知道情况，不怪你。回去后我要好好说说我妈。欧阳俊兄弟俩，你看我看你，他们闯祸了吗？姐，他们来都来了，就让他们在你办公室里玩玩，在家里估计也憋疯了。见到2个弟弟都一副闯祸的样子，欧阳婷就心疼了，替弟弟们说了句话，小孩子嘛，都喜欢玩的。战远也说道，现在是寒假时间，别的小朋友早就到处玩了，2位小少爷只能在家里玩，就算家里很大，他们也有玩厌的一天，就像他们小时候一样。家里不也有儿童游乐园？他们家是一座山庄，地方更大呢，可是他们依旧喜欢往外跑。他们还好一点，可以在山庄脚下玩，整个山上山下的人都是他们战家的，工人们的孩子也可以和他们一起玩。如今大家都长大成人了，工人们的孩子有些进了战氏集团工作，有些则是回来代替父母辈，继续从事着父母的工作。他们在悠悠山庄成长，回来工作，熟悉得很。唯一变化的是，那些儿时玩伴，如今见到他们，都是恭恭敬敬地叫着少爷或者战总，再也没有儿时的那种轻松。战远对他儿时的玩伴还是一样的态度，奈何对方不敢再像儿时那样无所顾忌。时间长了，他们交集的次数渐渐变少，加上他们兄弟只要开始入职公司，
工作非常忙，也没有什么时间再与儿时的伙伴们聚一聚。欧阳俊附和着战远哥哥说的对，我和弟弟天天在家里玩，早就没有新鲜感了，想出门。大姐、二姐是我和弟弟想出来的，非要跟着战远哥哥来的。你们不要怪战远哥哥。欧阳俊还会替战远说话，就怕以后战远都不带他出门了。欧阳雅轻摸一下弟弟的头，说道：大姐不是说不让你们出门，是要做好安全措施，你们还小，不懂外面的险恶，虽说平时都有教导你们，但坏人脸上没有写字，你们年幼还分辨不了。大姐，我和弟弟都用围巾蒙住了嘴脸的，别人看不到我们的样子。欧阳雅笑了笑，是，你们俩很聪明，这次大姐不跟你们计较，但是下次要跟战远哥哥出门，必须问过大姐，大姐给你们安排了人跟着才能出门。战远默了默后说了句：我其实能够保护好两位少爷的，他们家兄弟都是文武双全，既能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，也能自我保护，拳脚功夫还不能太差。小时候练功不好好练，奶奶抄着鞭子就抽，抽得可痛了，在奶奶的高压之下，才造就了他们兄弟几个，个个都优秀出色，又文武双全。想到奶奶，战远忽然间就很想打通电话给奶奶，跟奶奶聊聊天，听听奶奶的声音。他们小时候几乎都是爷爷奶奶照顾、教导，受到爷爷奶奶影响最深。当然了，与爷爷奶奶的感情也最深。爷爷走后，他们尝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。之后，他们对奶奶的孝顺更深一层，更加珍惜活着的人。当年奶奶要求大哥娶大嫂这个陌生女人为妻，好替他老人家报恩，大哥那样强势的人都同意了。那是因为大哥最在乎的是婆孙情，只要奶奶开心，大哥愿意牺牲他的婚姻。还好，最后各方面都很美满。如今兄嫂恩爱在管城是出了名的。欧阳雅看向他，两个人对视了片刻。欧阳雅问他：你练过？练过，练了10几年吧。我奶奶是个有大智慧又治家有方的老太太，是她把我们培养成文武双全的。欧阳雅想起自己让人调查战远的资料，只是大概的打听了一下他的家庭情况，主要还是调查他这个人，故而对他的家庭情况就不是很了解，只知道他们是个大家族，人很多，还挤住在老祖宗留下来的大房子里。哦，这些还是战远简单的说过，至于他家里人怎么样，他没有说过，他也没有去调查过，又不是想嫁给他，他没必要像查家谱那样查得太清楚，只要知道他家世清白，人品好就行了。你奶奶很不错，你们家里条件也过得去吧？能将儿孙培养成文武双全，没点条件的人家还真不好培养。他家里兄弟又多，都培养成文武双全，需要点家底的人家才能供得起。学武也是要交学费的嘛。战远笑笑，也过得去。老祖宗留下了点基业，我们兄弟几个能够自己创业的就自己创业，创业不成功的就继承老祖宗留下来的基业了。欧阳雅嗯了一声，没有再问下去。他不问了，战远也就不再说，心里想着以后老婆大人可不能怪他隐瞒身份骗他哈。是他没有问，他不问，他总不能一股脑都往外掏吧。况且他都派了人去管城调查他2次了，他都没有调查清楚，还真怨不得他的。哦，是大哥帮他瞒了瞒，没有让他知道他原来是战家的6少爷。欧阳雅是没有怎么关注过管城，距离太远了，所以并不知道在管城。战氏这个姓氏很容易让人想到管城第1大公司战氏集团，但凡他关注一下管城，在知道战远来自管城，又是个事业有成的人，都会问2句与战氏集团是否有关系的。大姐，我和远哥给你和二姐送了好吃的点心，
你们趁热吃，新鲜出炉的。我看着远哥做的，我和弟弟都吃了几块，真的很好吃。小兄弟俩现在这个年纪，还是爱吃甜食的时候。不过以欧阳俊以甜食的喜爱，估计长大后都还会喜欢吃甜食。欧阳雅笑了笑，是吗？那大姐可得尝尝。老二也说道，大姐一定要尝尝，真的很好吃，我和大哥想多吃几块的。远哥小气，不肯给我们吃那么多了，说要留给大姐吃。远哥好偏心，什么好吃的都是做给大姐吃的。欧阳俊说了弟弟一句，远哥本来就是大姐的私厨，咱们都是托了大姐的福，才能吃到远哥做的美食。老二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。阿健想吃什么，跟大姐说，大姐可以让你远哥给你做的。老二大名欧阳健。欧阳雅便打开了点心盒，然后将盒子放在桌子的中心，让妹妹也尝尝。记得阿婷最是喜欢吃战远做的点心。对于弟弟说战远是他私厨的事，欧阳雅并没有纠正，因为这是事实。家里人都是托了他嘴巴太挑的福，吃尽天下美食。他经常换厨师，每一个厨师都是行业当中的佼佼者。用别人说的话，欧阳家出去的厨师就是炒盘青菜，吃起来也比别人炒的好吃。我什么都想吃远哥会做的各种菜，我都喜欢吃，还有包子、点心都喜欢吃。大姐，我想吃饺子，让远哥给我们包一顿饺子吃呗。欧阳俊不甘落后，在弟弟说了之后，他也提了要求。战远笑道，没问题，这个周六早餐就给你们包饺子吃，各种馅料的都有，满足你们个人的口味。欧阳健不解地问，远哥为什么要周六才做？周六你大姐休息在家，可以悠闲地品尝早餐，不用像平时那样匆匆解决。欧阳雅嘴挑是挑，但工作太忙，每天早上用早餐的时间太短，她的确是匆匆忙忙吃上一点就出门了。只有周末可以休息的时候，她才能好好的吃早餐，不用匆匆忙忙的。私厨嘛，首先就要考虑到他老板。欧阳雅多看了战远两眼，这个男人心细，也体贴他。欧阳婷笑着说，弟弟，咱们都是托了大姐的福，当然要等大姐休息了，我们才能吃到。饺子对他们来说是很平常的食物，只是战远还没有给他们包过饺子吃。欧阳婷也想尝尝战远排饺子，对比一下其他人包的饺子哪一方面出彩。大姐鲜少会吃饺子，若是战远排饺子能征服大姐的胃，这个男人去参加厨艺比赛绝对能拿下冠军。到时候帮他留意一下厨艺大赛，建议他去参赛。他是从事餐饮行业的，若是在厨艺大赛上夺冠，有了名声，对于他自己的事业也有很大帮助的。慕名去吃他做的菜客人肯定会很多。欧阳雅也就吃了2块点心，喝了半杯水就觉得饱了。欧阳婷爱吃，吃的比他多一点，余下的就被欧阳俊兄弟俩解决了。战远在旁边默默地看着。欧阳雅享用他为他做的点心，他是他的未婚妻，虽然他不知情，也没有承认过是他未婚妻。奶奶给他挑了他又为了他千里迢迢过来当厨师，他们早晚会在一起的。看着未婚妻喜欢他做的点心，不仅让战远有成就感，也让战远打心里尝到了点甜蜜幸福的味道。要是欧阳雅夸他几句，再给他一个拥抱，一记亲吻，他会乐得分不清东南西北的。欧阳雅抽了纸巾擦拭一下嘴边，不经意抬头对上了战远那张俊脸，发现他一直盯着他看。被他发现他盯着他看时，他还冲他笑笑。这个男人长得帅，笑的时候魅力无边，他都不得不承认，这个男人真的赏心悦目。大小姐觉得我这一次做的点心有进步了吗？她温和地问他。欧阳雅淡淡地嗯了一声，比最初做的要好一点，不过还有进步的空间。
谢谢大小姐。他没有说出问题在哪里，但还说有进步的空间，那是不想让他骄傲。实际上，他今天做的点心，他吃着刚刚好，很满意的了。欧阳雅对两个弟弟说道：“阿俊、阿健，你们跟远哥哥回去，今晚不用等大姐吃饭，想吃什么让远哥给你们做。”小兄弟俩其实不想回家，但面对严肃的大姐，他们最终不敢说要留下来，老老实实的跟着战远离开办公室。一出办公室，小兄弟俩又用围巾将自己的嘴脸遮得严严密密的。秘书这个时候猜到了两个小孩子的身份，就是看不到孩子们的面部，只看到他们露出来的乌溜溜的大眼睛，觉得他们的大眼睛跟总裁和副总裁都很像，姐弟应该长得挺像的。出了办公大厦，回到战远开的那辆车上，小兄弟俩才扯下遮住嘴脸的围巾。远哥哥，我不开心。欧阳俊一坐下就说自己不开心。未来的小舅子，还是个小屁孩的小舅子，得宠着哄着。战远温柔地问他，俊少为什么不开心？带你过来见到你大姐了，怎么还不开心？是被大小姐说了几句就不开心吗？他温柔地摸了摸欧阳俊的小脸，你大姐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。其实远哥小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，不能像别人那样到处玩到处跑。欧阳俊嘟着嘴说道，我想在大姐的办公室里玩一会儿，可是大姐叫我们跟你回家，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等于是坐了一趟车，什么都没有玩到。欧阳健点头附和，他也觉得只是坐了一趟车，都没有玩到。远哥，我想去逛街，你能带我们去逛街吗？欧阳俊提出要求，好不容易出门一趟，怎么着也要逛上一逛才行，否则太亏了。战远想了想后说道，等我问过大小姐，大小姐同意了，我就带你们去逛街。反正外面的人不认识他，也不认识这两个小家伙，他找个地方停好车，再带着两个小家伙去逛街购物，别人也不会想到他带着的两个小家伙是欧阳家那两颗眼珠子，大姐肯定不同意的。远哥，你偷偷带我们去不行吗？欧阳健也说道，我和哥哥不会告诉大人的，远哥，你偷偷带我们去玩好不好？战远笑着，那可不行，远哥担不起这个责任，我会尽量说服你们的姐姐，同意我带你们去逛街的。说着，他打电话给欧阳雅，欧阳雅很快就接听了他的电话。怎么了？大小姐，俊少想去逛街，可以吗？我会找个地方停好车，步行着带他们去逛步行街，人多也不会有人认出他们的身份。欧阳家将两颗眼珠子保护得那么好，不是很亲近的亲戚都见不到这两小只呢，更不要说外人了。